宋星辰，你有幸与你嫡姐有9分相似。你嫡姐贵为皇贵妃，但身子不好。你这次随她入宫去，替她怀上皇子。母亲，她就是个卑贱庶女，你对她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你就是宋家养的一条狗，一个永远上不了台面的低贱货色，能替我承皇上恩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主母，嫡姐万万不可！这要是被皇上知道了，可是欺君之罪，是要诛9族的。宋星辰，你敢拒绝？主母莫生气，她还真拿自己当侯府小姐呢。她母亲不过是青楼出身，主母和大小姐能用得上她，那是她的福分。二小姐，别忘了你那娼妓老妈的骨灰还在府里呢。难不成你想拿去喂狗？不愿意，可以。那本宫现在就杀了你，然后把你和你娘的骨灰一起拿去喂狗。进宫或者死，你自己选。希儿一切听从主母和嫡姐的安排，但求你们放过我母亲的骨灰。可是我生下孩子之后，要怎么全身而退呢？过来，到时候我自然会接你出宫，还会赐你黄金万两，送你离开京城，过你想过的生活。真的吗？谢谢主母，谢谢嫡姐，我愿意进宫。真是个蠢货！替月儿生下皇子后，你这种垃圾，自然得死。给你1刻钟的时间梳洗完毕，随本宫进宫。哼！娘，我等了这么久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星儿，烛火过暗，可别看伤了眼睛。看，娘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。娘亲，我们过年都吃不上一回肉，还有白面条，好香啊！这是哪来的呀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来，趁热吃一口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娘亲，你也吃。娘刚刚在厨房都已经吃过了。你呀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今日又是你的生辰，吃了这碗长寿面啊，星儿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。娘亲，你身子弱，需要多补补。平时从主母那里送来的饭，不是馊的，就是剩的。你总把好的挑给我，自己吃最差的。娘，你要是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好，那咱就吃一块儿，剩下的星儿可都要吃了啊。你和明月都是侯爷的女儿，但他的母亲是主母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。你摊上我这个一无所有的母亲，连吃块肉、吃碗面都是奢侈。星儿，娘对不住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一点都不委屈，娘亲是天底下最好的娘亲，只要能永远和娘亲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要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带娘离开侯府，我挣钱给你过好日子，再也不用受主母折磨了。娘的傻孩子，今日啊是你的生辰，来，娘给你准备了礼物。娘，这玉佩真好看，你哪来钱买的呀？这个玉佩是你外公给我的，小的时候战乱，和你外公走散了，辗转流落，原本想着这个玉佩做个信物，能找到你的外公，可是还是一无所获。今天啊，把它送给你，希望他保佑我的心儿呀，一辈子都平安顺遂。娘，你别难过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帮你找到外公。哎呀，娘的心儿怎么这么乖呀？
贱妾离世，大胆忤逆，竟敢偷盗主母私物，该死！这就是在你住处搜到的。姑姑，我没有偷，这个珠子我从未见过。贱人还敢狡辩，不是你偷的，那就是你女儿这个小贱种偷的。没有的。这样吧，主母宅新人后，这一杯毒酒你来选，你和你女儿谁偷的谁喝。姑姑，不愿意喝，行，那就你女儿喝。不要啊，姑姑，我喝。娘的心啊！你个小贱种，该轮到你了。慢着，这个小贱种的命留着还有用。夫人，她长得与我的月儿有9分的相似，留着以后替月儿挡挡灾，也不错。是。这么好的首饰，你这个小贱种也配戴？别哭，娘，好好活着，别为娘报仇。娘，心儿不能听你的，心儿发誓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宋星辰，你明明就是贱命一条，为何有幸和本宫长得如此相似？狄姐，我不知道。本宫警告你，待会儿在皇上面前不许露出这种楚楚可怜的表情。你只不过是本宫的替身而已。如果胆敢有不该有的妄想，你会比死还惨无数倍。是。站起来，把衣服脱了。本宫要检查一下你身上是不是有跟本宫不一样的地方。狄姐，这太凶了，我做不到。你母亲当年就是个娼妓，一个娼妓的女人，生下来就是贱。你装什么装？脱！好，我脱。平日里明明吃的都是馊饭剩菜，食材怎么比我还饱满？这贱人一定是偷吃。虽然你跟本宫长得有9分相似，哼，但你身材远远不如我。你跟皇上在一起的时候，给本宫被动一些，不许主动，不许孟浪，听清楚没有？知道了，狄姐。
你还带着你这个便宜母亲给你的便宜货，不错，跟你很搭。不过带着这个伺候皇上可不行。我知道了，嫡姐，一切都听你的安排。只求你把玉佩留给妹妹，做个念想。玉佩是寻找外公的唯一希望，不能被抢走。宋星辰，本宫不高兴了，你就像小时候一样，给我打一顿泄愤吧。这个小贱人，给我跪下！这些年的痛和耻辱，宋明月，这将是你能欺负我的最后时光。贵妃娘娘，今晚皇上要来，你把这贱人打出伤痕，会被皇上发现的。等他侍完寝，老奴有的是法子折磨他。哼，那就暂时饶了你这个贱货。不过，幸好你及时提醒本宫，母亲派你来辅助，真是明智之举。你先给她上妆，我先去睡一觉。你呀，就是一个低贱的货色。别以为被皇上睡了就会怎样。要是皇上发现你是假的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今晚侍寝，给我老实点儿。姑姑教训的是方润姑姑，所有的仇恨就从你开始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这就是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宋明月，等着吧，看看你最在意的人将如何一步一步的沉溺于我。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爱妃，手为何如此冰冷？你这狗奴才怎么照顾主子的？下去领罚。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呀！皇上，姑姑是母亲派来照看我的长辈，皇上这样，臣妾都不知道该怎么向母亲交代了。不过臣妾从小就惧怕她，皇上打她板子，臣妾还挺谢谢皇上。你一点都不遮掩的样子，还真可爱。回了她娘家，有没有给朕带什么好东西？皇上，这世上最好的东西，臣妾已经给您了呀。臣妾的礼物，就是臣妾自己呀。你里面没穿，皇上喜欢吗？爱妃有没有想朕？小别胜新婚，臣妾想得厉害。爱妃和平时很不一样，不过朕很喜欢。爱妃昨夜辛苦了，这些杂事不用你亲自做，而且朕记得爱妃从来是不喜欢做这些事的，怎么今日变得如此勤快呢？臣妾回了趟娘家，受到了母亲的教训。臣妾虽然是妃，但皇上是我的夫，夫是天子，更是我的天。能为我的夫宽衣梳发，
臣妾觉得幸福。好，爱妃小嘴可真甜，朕今天晚上再来。嫡姐，贱人，竟拖得皇上这么晚上朝。说，皇上昨晚要了你几次？嫡姐，这种事怎么好说？都是皇上主导的呀。说，到底几次？3次。什么？3次？皇上跟我从来只有1次，而且都是草草了事。凭什么你是3次？一定是你这个狐媚的东西勾引皇上！爱妃，你的耳坠掉在我这儿了。什么？不是，皇上他怎么回来了？爱妃，皇上怎么又回来了？爱妃，你的耳坠挂在朕的衣服上。谢谢皇上。爱妃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是有人对你做了什么吗？没有，刚刚皇上叫我，我从床上起来太着急，不小心摔的。爱妃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见朕，看来昨天晚上朕的表现你很满意啊。皇上，大白天你正经点儿。夫妻情趣，朕看谁敢多嘴。还有，如果有人敢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朕。皇上放心，谁敢欺负臣妾？皇上快去上朝吧。好啊，那朕晚上会早些过来用膳。臣妾会做好准备，臣妾恭送皇上。贱人，竟然敢躲！嫡姐，皇上已经发现端倪，嫡姐这还是要在我脸上留下疤痕，是想让皇上彻底察觉吗？贱人，真不愧是青楼娼妓的女儿，勾引男人的手段真是厉害。就被睡了1晚，就让皇上那么怜惜你。本宫警告你，赶紧给本宫怀孕！要是再敢以本宫的身份去勾引皇上，本宫就弄死你！我知道了，嫡姐。你个小贱种！昨晚不愿开口救我，让皇上打了我一顿板子，如此大不敬，我打不死你！我。姑姑一个下人，到底谁不敬谁？既然姑姑不清醒，那我就让姑姑清醒清醒。你这个小贱种！宋星辰，姑姑是我母亲的心腹，你敢打她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方若，去把针拿来。我就是不留痕迹呢。本宫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货。贵妃娘娘，这贱人刚刚在皇上面前尽显狐媚之色，我看她就是想取代你。取代本宫？宋星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怪不得方若姑姑如此嚣张，在皇上面前都敢对我摆长辈架子，原来是嫡姐骄纵的。你一个高高在上的贵妃，竟被一个下人骑在头上。方若姑姑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她在皇上面前对我态度趾高气昂，我是不算什么，但是在皇上面前，我代表的是姐姐的身份呀。她如此这般，若是让皇上发现什么端倪，嫡姐说后果是什么？方若仗着自己年纪大，不顾及姐姐的身份会不会穿帮，她这不是要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废物，别净给本宫惹事！不要以为你是母亲赐给我的，就把自己当主子了。在这延禧宫，只有本宫是主子。大小姐，我没有啊，是他。滚下去！
你要是想教训他的分场合，再在皇上面前胡来，本宫就要了你的命。是。皇上今晚要过来用晚膳是吗？你就在内室躲好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出来。今晚还是由本宫亲自侍寝。你惹得皇上如此粗暴，不是什么好事。皇上对本宫向来很温柔的，今晚你就在内室好好学学吧。好的，嫡姐，一切听嫡姐安排。我才侍寝1晚，你就受不了了？那就看看今晚皇上愿不愿意要你侍寝吧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快请坐，臣妾已经准备好晚膳了。爱妃久等了。皇上，这个辣子鸡是你平日里最爱吃的。朕记得昨日同爱妃讲过，近日有些上火，爱妃还提醒朕要忌辛忌辣。瞧臣妾这个记性，真是该打。皇上，你可别生臣妾的气啊。那倒不会，以后布菜的活儿就让下人去干吧。那臣妾给皇上倒酒，今晚臣妾好好陪皇上喝一杯，能服侍皇上是臣妾的荣幸，臣妾就爱服侍皇上。是吗？昨晚怎么有个小懒猫说要朕来服侍他呀？朕从来没遇到过如此新鲜有趣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拿稳。爱妃，今日你怎么怪怪？没有。皇上，既然衣服都湿了，不如我们早早就寝吧。爱妃，你的衣服湿了，去换一套新的吧。今天就算了吧。皇上，你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传出去臣妾就没脸见人了。爱妃同昨日判若两人，实在无趣的很。不要再烦朕了。皇上，本宫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皇上昨晚就要了他3次，今天却不肯碰本宫1次，一定是那个贱人在皇上面前搞鬼了。去把宋星辰那个贱人给我带来。是。宋星辰，你到底给皇上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只肯睡你，不肯碰本宫。嫡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今天你侍寝的吗？皇上人呢？你敢嘲笑本宫？脸不能打，会被皇上看出来的。大小姐，咱们有的是别的法子治的。哼，是啊，在这后宫，自有叫人痛苦，还让人看不出痕迹的法子。方若姑姑，让他开开眼。得嘞。宋星辰，你敢跟本宫作对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以前在侯府，你便是本宫脚底下的一只蝼蚁，本宫想怎么裁就怎么裁。现在在后宫，你更是个见不得光的替身。比起踩死你，本宫有的是法子让你痛不欲生。你也要是惩罚我，我没有任何怨言。只是哪怕我的身体，还是不能为嫡妾人欲死了。住手！你威胁本宫，我只是提醒嫡姐，嫡姐要是吃醋，也不该吃我的醋。后宫女人那么多，我不过是嫡姐的替身而已，而且是带着生死的任务。我跟姐姐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姐姐若是为难我，怕不是让后宫其他女人得了便宜，那些人才是你真正的竞争对手。本宫用得着你这个贱人教本宫做事？但这贱人说的
确实有几分道理。狄姐生气，无非是因为皇上走了，不如我替姐姐去向皇上道歉，或许能挽回伤心。你真的有办法？我愿意尝试，就算惹得皇上不快，惩罚的人是我。姐姐就在宫里好好休息。那你快去，如果真把皇上请来，本宫就饶你这个贱人一条命。是。劳烦公公通报一声，刚刚皇上没怎么吃饭，臣妾惦记。奴才实在不懂，刚刚在贵妃宫中，贵妃为何那般不解风情，惹得皇上不快，现在又来找皇上，可惜已经迟了。皇上已经传淑妃今夜侍寝，淑妃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哎，娘娘，您不能进啊！娘娘。你还来干什么？臣妾惹恼皇上，特地负荆请罪。臣妾那般，只是因为太在意皇上了，关心则乱，请皇上惩罚臣妾吧。李公公，跟淑妃说不用过来了，今天还是贵妃侍寝。遵旨。淑妃性格火爆，如果她知道今晚是臣妾抢了她的侍寝，明天肯定会找我麻烦的。臣妾害怕。那你是想要朕把她换过来吗？能为皇上分担一点烦恼，是臣妾的荣幸。臣妾要皇上。皇上还生臣妾的气吗？若还是生气的话，那臣妾今晚就好好伺候皇上，让皇上解解气。朕觉得今天晚膳时候的你不是你，现在的你才是你。嫡姐，昨晚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让皇上回心转意。接下来，嫡姐可不要再惹恼皇上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跟本宫面前炫耀上了？姐姐莫恼，今晚皇上约了我去后山的温泉，你说是你去还是我去呢？当然是本宫去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不会以为皇上睡了你2次，就真的爱上你了吧？本宫告诉你，皇上是最不迷恋男女之情的人了，你别妄想。好，温泉里不宜怀孕，我去不去都不影响大局，你知道就好。你还算有点用，你最好不要欺骗本宫。启禀贵妃娘娘，淑妃有事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你这一身凌乱的骚狼样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进去！好戏开始。苍明月，你这个妖艳贱货！你我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，昨夜你却抢了我的侍寝。昨天是我的喜日，最容易怀孕的日子被你给抢了，看我打死你！淑妃，你敢打本宫？本宫的位分比你高，这是不敬。位分又如何？我乃郑国大将军之女，你一个文臣之女，也敢和我比？位分高又如何？你母家照样受制于我将军。再说，是你不守规矩在先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长卡了！你大
说皇上赏了你今晚的温泉浴，看你现在的狼狈样子，闹到皇上跟前去，看他还要不要和你一起洗了。淑妃，你仗着母家嚣张跋扈，皇上那儿本宫自然会去说。皇上独宠本宫3晚，这恩宠你有过吗？你除了打骂人之外，还会什么？本宫要是皇上，也看不上你。你给我滚出去！你走着瞧！哼，走。嫡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脸上还有伤啊！贱人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！嫡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你要拿我泄愤也没关系，但你今晚还要跟皇上去泡温泉浴呢，要保持好心情啊！你还有脸提？你是故意陷害本宫的吧？你明知道淑妃性格火爆，家世显赫，你还偏偏抢了她的事情，让她过来把本宫打得浑身是伤，好让本宫不能去温泉浴，便宜你这个贱人是吧？本宫告诉你，你休想！今晚本宫不仅要去，还要带着你去，到时候你就给本宫藏起来，本宫让你好好看看皇上是怎么宠爱本宫的。嫡姐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嫡姐别生气了。宋明月，你可真够变态的，不过你自寻死路，我就满足你。启禀太后，后宫出事了。昨夜宋贵妃和淑妃争宠，宋贵妃抢了淑妃的侍寝。今早淑妃跑去宋贵妃那儿，把宋贵妃给打了。后宫争宠是常有的事，不新鲜。但是这几日都是那宋贵妃侍寝，她不懂得让皇上雨露均沾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抢了其他嫔妃的侍寝。过2日，你和我去一趟宋贵妃那里。这种狐媚货色，做了贵妃也不知收敛，实在需要敲打。哎，可不是吗？昨日还是淑妃的喜日，这才引得淑妃失去理性，跑去打人了。淑妃是将门之后，她被宠坏了。这事儿啊，她是委屈，但也不能打人。哀家那可怜的侄女儿也是将门之后，哥哥的独生女。那年战乱后，流落民间几10年，也不知道是生是死，有无子女。若是当年没有走失，定也会像淑妃那样被家里宠着。太后，这些年您一直在寻找郡主，但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您终日这样郁郁寡欢，可能郡主已经不在了。为了您的身子，不如放弃吧。休得胡说！这是我哥哥唯一的遗愿，只要哀家活着1日，哀家一定要找到他。活要见人，要见尸。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，你先躲到屏风后面，好好看看皇上是怎么疼我的。嫡姐，这要是让皇上发现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我害怕。哼，怕死就别吱声，滚到屏风后面去。好吧，那就祝嫡姐和皇上春宵一夜。那是自然。至于你，只不过是本宫身后永远见不得光的影子。小贱人，本宫让你看看谁才是主子。皇上疼爱的是本贵妃，你要是再敢生出僭越之心，本宫便让母亲把你婊子娘的骨灰拿去喂狗。若不是为了母亲的骨灰，
早让你死了几百遍。我知道了，狄姐。皇上驾到！还不快去屋里躲好！皇上，你要是再不下来，水凉了，可是要生病的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的，可能是在温泉里泡久了，有些泛红。朕还有2个急折子，本来是让李公公来通传你，不过朕还是想见你。臣妾可以等你的。皇上对这贱人竟如此在意，还特地过来跟他解释。那朕很快就回来。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贱人，脱衣服做什么？你下来干什么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姐姐，刚刚你就应该把皇上拉下水的，这样他就不会走了呢。而不是像你一样待在水里，对他只有言语上的呼唤，皇上只会觉得这样很无趣。皇上啊，是喜欢主动大胆的。你这个小贱人，竟会这些勾揽之术，和你那妓女娘如出一辙。本宫才不屑你这肮脏下流的手段。皇上，放肆！敢动本宫！我娘不是妓女，她是清官人，只卖艺不卖身。若不是父亲相中她的容貌，不顾她的意愿强抢她，把她带入侯府，却不能好好爱护她，让她被你娘杀死。哼，明明是你那婊子娘偷了我母亲的东西，自己畏罪自杀的。再说了，父亲不还留着她的骨灰吗？她一个青楼出身的，这样的待遇该满足了。这么看来，宋家还真是仁慈呢。我要感谢主母和父亲的宽宏大量，感谢嫡姐从小对我的照顾。我要更加努力替嫡姐解忧，替嫡姐生下龙子，让嫡姐登上后位。你知道就好，还不快滚上去！现在看来还是晚了呢。皇上驾到！快给我上去！快给我上去！来不及了，看样子要委屈嫡姐了。我知道嫡姐会水性，可我不会呢。爱妃，久等了。春宵苦短，臣妾不想泡温泉了。臣妾想躺在皇上怀里。那就如爱妃所愿。
贱人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宋星辰那个贱人还没回来吗？回禀娘娘，那贱人被皇上留在御书房随驾，今晚不回来了。皇上从来不留嫔妃在御书房伺候的，那贱人凭什么？她才来几天，就让皇上对她破例了？她毕竟是婊子的女儿，会的招数都是下三滥，皇上一时新鲜罢了，再过不久就会觉得低俗，娘娘不必担心。姑姑，不知怎的，近来本宫总觉得宋星辰那个贱人，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好拿捏。本宫在想，我们的计划还要不要继续？本宫怕养虎为患。您说的是，但娘娘您无法怀孕呢，没有子嗣，在后宫难以立足。您要是觉得拿捏不住她，我有办法。在民间有个叫虫蛊的东西，服下之后每月都需要解药，若是不及时服下解药，浑身便如同千万虫子噬咬。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东西，就不怕宋星辰那个贱人耍花样。那快去找来！贱人，跟我斗，本宫让你生不如死！皇上恕罪，臣妾不小心。爱妃这是有心事？没有的，皇上。爱妃，尽管说。你要是受了什么委屈，朕给你主持公道。皇上，有些事臣妾不敢说。说吧，朕答应你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朕都不会怪你。皇上，可能是臣妾多想了。方若姑姑是母亲的心腹，但近来臣妾总觉得她对我有莫名其妙的恶意。她会在暗地里用凶狠的眼神盯着臣妾，有时候还会给臣妾喝些以前从来没有喝过的补药，味道跟从前的补药差很多。但臣妾身体也没有大碍，可能真的是我多想了吧。下人的忠心向来最难，既然你信不过他，那朕再赐你一个贴身丫头。以后你的吃食和住行皆由他来负责。一会儿让李公公陪你去选，你看上了哪个就挑哪个。那些人都是朕亲自培养。真的吗？谢谢皇上。贵妃娘娘，选吧。这几个宫女啊，都是出类拔萃的，除了最后那个小丫头做事有点一根筋，不太懂得变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莲下参见贵妃娘娘。不用行礼，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就你了。娘娘当真要选奴婢？贵妃，他脑子可没那么灵活，但人嘛，还是朴实可靠的。本宫的贴身宫女不需要多出类拔萃，只要忠诚就好。奴婢多谢贵妃娘娘，奴婢定好生伺候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
殿下，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是，娘娘。贱人，竟敢躲！嫡姐，你为何又要打我呀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侍奉皇上了，皇上很满意，还赏了一个1等宫女，我都带回来了，人就在门外。你竟敢不经本宫的同意，带皇上的人进本宫宫里，你找死吗？嫡姐，皇上赏赐，我敢拒绝吗？若是嫡姐不想要这个宫女，那你可以亲自去跟皇上说，到时惹恼了皇上，失了宠，就难再挽回了。哼！好，好，好，宋星辰，你就试了几次的气，都敢爬到本宫头上了。方若，把药端上来。小贱人，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补药，快点喝下吧。这看样子也不像是补药啊。嫡姐，姑姑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毒药，叫做虫蛊。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小贱人。本宫看你是不学好。方若，对他客气做什么？跪下去。是。姑姑，不要！不要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不好了，他是皇上的人，要是被他发现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娘娘，我进来了。娘娘，我进来了。娘娘，这都是滋补药，您快喝了吧。娘娘，奴婢听到里面有响动，请问是否有何不？没有不妥。大胆贱婢，谁允许你没有通传就进来？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滚出去！我才是这里的掌事宫女。我只听贵妃娘娘一人之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给娘娘喝什么？大胆奴婢，你竟敢给娘娘用毒！我没有，你这个贱婢休想冤枉！真都黑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姑姑，你是我娘特意给我的宫女，这几年我对你不薄，甚至拿你当我的长辈。如今你居然对我下毒，你居心何在？娘娘，您别伤心，奴婢这就去请皇上来，替您主持公道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真的不是奴婢干的。好难受，姑姑好像给我喂下去一小口。大胆奴婢，竟敢对娘娘用药！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，定将你碎尸万段！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大胆奴婢谋害皇妃，在此地杖毙了，以儆效尤。这皇上饶命！来人！皇上饶命！娘娘，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娘娘救我！该死的方若，你死了就死了，可别连累我们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竟得罪了方若姑姑。姑姑可是母亲亲自挑选的人，
连这样的人都信不过，臣妾以后该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一个贱婢而已，死不足惜。是你母亲识人不会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以后莲下就是你的贴身宫女，她自然会护你周全的。谢谢皇上。今天如果没有皇上，臣妾就该死在这里了。休得胡说！嫡姐啊，处理了姑姑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哼！娘娘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压压惊。奴婢就去外面守着你，你有事只管叫奴婢。对了，皇上还说了，今晚来陪你。真是辛苦皇上，心里一直惦记着我。皇上宠着娘娘，不是应该的。那奴婢就下去了。缇姐，你是打算躲在床底下不出来了吗？缇姐，你还打算躲在床底不出来吗？刚刚方若的血都溅到里面，有没有溅到你的脸上呀？贱人，你竟然杀了姑姑！本宫会立刻找人写信给母亲，我亲自过来处理你的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我最羡慕你什么吗？嘿，你个娼妓生的小婊子，也配羡慕本宫？本宫的一切都是你望尘莫及的。嫡姐，你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但你为什么每次都要侮辱我娘呢？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娘不是娼妓。姐姐的脸不干净，嘴巴也不干净，看来是该好好清理清理了。你松开我，弄错了，放开我！你要是再敢动本宫，我娘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是个冒牌货，你真以为你处理了姑姑，本宫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你真以为你处理了姑姑，本宫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本宫就……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帮你清理垃圾而已。方若到底是愚蠢贱婢，她给我下毒，就不怕我因此怀不了孕吗？姐姐，你以为她在帮你，实则是在害你。这种人死不足惜，我才是能帮姐姐母凭子贵的人啊！你知道就好，你最好给本宫争点气，生个皇子，否则你会比你娘死得更惨。还有你身边的莲下，最好给我掩护好。若是被他发现什么端倪，所有的罪都会是你一个人承担。放心，嫡姐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明日的百花宴会，嫡姐是想让我参加，还是你参加？那种盛会你也配？你呀，不过是给本宫生育子嗣的工具。那就祝姐姐在宴会中光彩照人。淑妃娘娘，延禧宫出事了。宋贵妃的贴身姑姑对她下药，被皇上发现，当场打死了。宋明月那个贱人向来嚣张，如今连她的贴身宫女都看不下去了。活该她被下毒，怎么没把她毒死呢？上次她抢了我的事情，如今更是狐媚的皇上天天宿在她那儿。明日百花宴上，我一定要新仇旧恨一起报。娘娘放心，齐贵人那边已经准备好东西，明天一定要宋贵妃很惨很惨。皇上怎么还没来？姐姐别急，我先给你倒杯茶。
宋贵妃不愧是皇上日日疼爱的人，气色真好，满面红光的，真是要幸死。要不是淑妃娘娘提点，我还以为宋贵妃的腮红打得太重了呢。你们两个不必一唱一和的诋讽本宫，本宫也是没办法。本宫早就劝过皇上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是不听呢，非要独宠本宫一人。我知道后宫姐妹众多，你们若都想念皇上，今晚本宫会再劝皇上。好你个狐狸精！皇上今晚还没翻牌子，你就先定了。好，让你嚣张，马上毁了你这张脸，我看你怎么使劲。贵妃娘娘，这是臣妾亲手做的点心，您尝尝。什么味道？你对本宫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，许是御花园的花香太浓，娘娘有些过敏了吧？怎么回事？宋贵妃，也许是你身上的衣服太香，引来了蜜蜂，你还是赶紧回家换了去吧，回去换身儿吧。贱人，活该你被蜜蜂蛰！哼！这是淑妃他们做的，该死的贱人！啊，姐姐，你的脸怎么了？百花宴才刚开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副样子是不能再去百花宴了，但如果我不去，皇上定会被淑妃那些贱人给勾引去。好不容易得来的圣宠，可不能便宜了那些贱人！百花宴你替本宫去！贱人，百花宴你替本宫去！如果皇上被淑妃他们勾引去，本宫定要你好看！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爱妃，起来吧。爱妃，今日你为何来迟了？刚刚臣妾衣服上沾染了粉尘，怕皇上闻见了会打喷嚏，特意去换了一件。这件衣服朕甚是喜欢。来，不是被蜜蜂蛰了吗？怎么会没事？是不是你的药没用？我的药不会出错的，它吸引的是毒蜂，轻则2-3个月才能恢复，重则彻底毁容。宋贵妃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难不成她有解药吗？废话，还敢狡辩，就是你的药不行。难不成她还能换一个人吗？淑妃息怒，既然她能躲过此劫，那就看看她有没有运气躲过接下来的劫数。这池塘的水又深又凉，就算你会水，也定让你生一场大病。爱妃，皇上，你偏心，眼里就只有贵妃姐姐，都没有臣妾了。臣妾最近自己新学了一段剑舞，还要舞给皇上看呢。顺便请贵妃姐姐帮忙指点一下。好，那就让淑妃舞一段吧，让大家领略一下淑妃的名家风采。好，那臣妾就献丑了。爱妃，娘娘，贵妃姐姐，
姐，贵妃，贵妃姐姐，贵妃姐姐，皇上恕罪，臣妾不是有意的。不过贵妃姐姐会水，应该没有大碍。皇上，皇上，如何是好呀？宋明月这个贱人，他明明会水，为何装出这副不会水的样子？这贱人又想害我！你们这些奴才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下去救皇上？是，赶紧去救人呐！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您终于醒了。您落水之后一直在发高烧，都是臣妾连累你，臣妾有罪。朕没事。朕记得贵妃之前是会水的，现在看你在水里不知所措的样子，还以为贵妃换了人呢。水里水太凉了，臣妾跌下去的时候脚抽筋了，还没来得及游，皇上就来了。皇上，臣妾不配你对我这么好。好了，贵妃没事就好。看你也是着凉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这边有下人照顾就好了。好吧，那臣妾抓紧恢复，这样就能来照顾皇上了。哼，你来做什么呀？我奉皇后之命，你这个贱人有损龙体，让皇上生病，皇后娘娘命我好好惩罚你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奴婢来迟了。我奉皇上口谕，任何人都不能迁怒于贵妃娘娘。既然皇上不让迁怒于贵妃，那贵妃的错就由你受着。身为贴身宫女，没及时救上贵妃，害皇上生病，罪该万死。快走开！奴婢不准你这样！你是我的人，我便要护着你，打死你！淑妃，皇上已经醒了。如果他知道你在我宫里闹成这个样子，到时候失了圣心，可就不值当了。你自己考虑，是完成皇后的命令，还是想要皇上的恩宠？这次我先放过你，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你会失宠。嘚瑟什么？哟，新玉佩啊，款式挺别致，看着挺眼熟的。皇上给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滚出去！走着瞧。哼，我们走。居然还会护着低贱的下人，这宋明月怎么跟以前大不相同呢？去，把以前安插在延禧宫的眼线都用起来。宋明月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在搞什么鬼。娘娘，不可，奴婢不值得你这样对我。好了，你后背的伤，你如何自己上药啊？我以前也有个亲人，身上会时不时出现新的伤口，每次都是我帮他清理。这种事情我很擅长，就别拒绝我了。那你那位亲人现在如何？他现在已经解脱了。我都是贵妃了，他自然也没有人敢欺负了。那太好了，娘娘您这么好，做您的亲人一定很幸福。
奴婢虽是皇上培养的人，但是在这深宫之中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对奴婢这么好，像亲人一样。娘娘恕罪，奴婢僭越了，恕罪。你我主仆本就是一体，自然是亲人。以后啊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奴婢定当为娘娘肝脑涂地。好了，你身上也伤得不轻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多谢娘娘。你这小贱人，真是会惹是生非啊！你知不知道，淑妃的姐姐是当今的皇后，你得罪了她们姐妹俩，日后有你好果子吃。姐姐，你错了，不是我得罪，是你得罪。所以你这个贱婢，赶紧怀孕，怀上了，本宫就有机会挤掉那个老女人，坐上皇后的位置。那就如嫡姐所愿，宋明月，我怀孕之日，就是你生死之时。你呀，别都在嘴上，不过也算有点本事，能让皇上不顾危险的救你。但你怎么不会水？你这样，不就会让皇上发现端倪吗？该死！如果皇上知道，你就死定了。要是连累我们宋家，到时候本宫就把你母亲骨灰拿去喂狗。姐姐，要是皇上知道，我现在就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倒是你3番2次侮辱我娘，还拿她的骨灰威胁我。姐姐，求人不是你这样求的，贱人！如今都敢伤本宫了，本宫警告你，本宫已经写信给母亲了，她明日就会入宫，本宫定让她好好教训你。这样啊，刚好我还想主母了呢。怎么能不想呢？这个杀害我母亲的凶手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他，如今终于要来了。贱人，本宫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。本宫母亲折磨人的手段，可比本宫高多了。到时候你就等着吧。太后驾到！这么晚，太后怎么会来？一定是责问你把皇上弄生病的事，这是你闯出来的，你自己负责。太后驾到！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万福。你把皇上害成那样，哀家还能有什么福？臣妾罪该万死。哀家近日听闻皇上独宠，还因你而病。你宋家也是书香门第，怎么培养出你这种狐媚货色？臣妾有罪，请太后责罚。这宋贵妃不是说性格骄纵，听不得一句苛责的话。哀家这么骂她，她竟然一点没有反应，看来还挺懂事。行了，你既然有认错的态度，那就罚你抄写佛经300，为皇上的健康祈福。今晚就要写完。谢太后开恩，臣妾领命。若是能祈求皇上平安，臣妾愿再加300遍。你一晚能写600遍？只要皇上身体能好，让臣妾做什么都行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反正又不是我写。谢太后娘娘。你最好安分守己，懂得规矩，不然就算皇上宠你，哀家也不容易。臣妾定将牢记太后教训。赶紧抄写佛经吧，明日你亲自送到哀家宫里。是，恭送太后娘娘。你个小贱人，现在不仅得罪了皇后一族，连太后都得罪了。本宫看你就是要陷害本宫。明日等母亲进宫，本宫要母亲像当年弄死你娘一样弄死你。原来嫡姐早就知道，
我娘是被你母亲弄死的。你们当初找我做替身时，就不怕我报复你们吗？你敢吗？从小到大，你胆小如鼠，就算本宫往你碗里吐口水、扔垃圾，你不也吃下了吗？本宫让你学狗叫，跟狗抢食，你不也照做了吗？怎么，现在仗着皇上宠幸你几天，翅膀就硬了？你别忘了，皇上宠幸的是本贵妃，是本宫。你也知道，你就是个替身。皇上生平最讨厌被欺骗了。他若是知道你的真面目，你说他是会继续宠你，还是将你碎尸万段？我知道我是姐姐的替身。对了，太后刚刚命令你要抄佛经600遍，明日送到她宫中。你知道我是你替身，自己有所不同，所以这事只能姐姐自己做了。如果让太后发现，后果我可不敢设想哦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等着，等母亲明天进宫，本宫就让她打死你。好啊，我等着主母来呢。那你就祈祷明日主母能够来吧。贱婢，你敢碰本宫！贵妃怎么这么奇怪？明明昨天她还帮我上药，今天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娘娘恕罪，奴婢不敢了。本宫母亲什么时候来啊？启禀娘娘，由于皇上生病，宫里暂时禁止外人出入，免得冲撞皇上。本宫抄了一夜的佛经，就连母亲都没派来，本宫抄这个又有何用？娘娘请慎言啊！如今是太后娘娘让你抄的，是为了祈愿皇上身体康健啊！娘娘，本宫用得着你这个狗奴婢教本宫做事？你现在是本宫的狗，要事事以本宫为主，否则本宫杀了你！滚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是娘娘，奴婢知道了。贱人，都是你惹出的祸端！这佛经差点把本宫的手都抄断了。辛苦嫡姐了，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的。你是不是在皇上那吹了什么耳边风，让母亲不能入宫？嫡姐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太后宫里了。太后说了，让你今日将佛经亲自送过去，你再耽误就晌午了。本宫这副样子怎么去？或是你惹的？佛经本宫已经抄了，太后那里你去，夹紧你的狐狸尾巴。要是在太后面前露出什么端倪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是，嫡姐。莲夏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娘娘，刚刚你的手明明红肿不堪，还流着血，可是现在就恢复如常了。以你的聪明机灵，我想你早就怀疑我不是她了吧？奴婢认识的贵妃娘娘，明明谦和善良，还以身保护奴婢，为奴婢上药，而刚刚的贵妃娘娘甚是飞扬跋扈、粗鲁恶毒。莲夏，你是皇上赐给我的人，我也把你当成自己人。不过，你可以告诉皇上，我其实就是宋贵妃的替身。奴婢是贵妃娘娘的奴婢，
就只听贵妃娘娘一个人的命令。奴婢不知什么替身不替身的事情，奴婢只知道娘娘就是贵妃，是奴婢唯一的主子。谢谢你，殿下。不过我从未把你当成仆人，我只希望你是我的妹妹。娘娘，从未有人像娘娘这般如此真心对待过奴婢，奴婢愿为娘娘肝脑涂地。起来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，太后嘱咐臣妾抄录佛经已完成，请太后检阅。走到前面来。听闻你宋家只有你一个孤女，你父亲妻妾成群，怎没多生几个？太后怎会问这个？难道她发现了什么？回禀太后，我母亲身子不好，生了我之后便不能再生，故家里只有一个女儿。父亲很爱母亲，子嗣方面一切以母亲的想法为主，母亲不让妾生，妾便不能生。你母亲倒是很会驾驭男人，怪不得皇上如此迷恋你。你倒是跟你母亲学得不错呀。臣妾惶恐。若真是惶恐，就别学你母亲。你若再继续妩媚，缠着皇上宠你一人，影响皇室开枝散叶，扰得后宫不安，哀家不容。臣妾万万不敢，定将谨记于心。太后，太后小心！太后，您没事吧？哀家没事，你有心了。太后没事就好，没其他事，臣妾就不打扰太后休息了。哀家说的话，你要记得，都是为了你好。是，谢谢太后。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太后，听说此人嚣张跋扈，奴婢认为您还是小心点好，可千万别被他的三言两语给迷惑了。你说的对，他刚刚如此不顾一切的救哀家，应该也是他的小计谋，迷惑了皇上，又想来迷惑哀家。混账！哀家的玉佩怎么胡乱的丢在这里？太后冤枉！太后，奴婢很小心的把玉佩放在了妆台上。胡说八道！这玉佩难道能自己跑到这里来？太后冤枉！奴婢不知。太后，您看，这玉佩的绳子跟您的绳子不一样啊！什么？难道是另一块玉佩？可是这怎么在您这儿？这难道是我那苦命的侄女出现了，或者是她的后人？查，给我去查，这玉佩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遵命。不要大张旗鼓的查，要去低调的查。记住，不要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。是。太好了，我那苦命的侄女出现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哥哥临终的嘱托，让我一定要找到，照顾好你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有眉目。娘娘，奴婢该去御膳房给您拿补药了。好。
你这个贱人，还知道回来！拿着本宫手都超肿的佛经，去太后那里邀功，邀的如何？不是姐姐让我去的吗？是本宫叫你去的又如何？你本来就是本宫的狗，本宫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。你害得本宫手肿成这样，现在你就给本宫跪下磕头认错。今天我不想跪。贱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今天不想跪。好啊，反了你了！本宫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不过是本宫的替身，难不成还想觊觎本宫的位置？今日母亲就会来，本宫就会结束这场替身游戏，然后把你卖给乞丐，或者是满身伤病的老嫖客。等他们把你玩烂了，再送你去地府见你那个婊子娘。你说什么？贱货，你敢嚣张？你个贱婢还想翻天不成？住手！你这个贱人疯了吧？竟敢把皇上的人带进来！你是想害死本宫，害死整个宋家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本宫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，永绝后患。嫡姐，你还真是天真。你觉得我们二人抵不过你一人？你想让我们死？难道我们就会乖乖束手就擒吗？苏星辰，这个贱人！本宫可是高高在上的贵妃，你只不过是替身而已。你要是敢动本宫，本宫就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哼，嫡姐呀，谁是替身还不一定呢。你说我现在就把你杀了，然后彻底成为贵妃，你说你母亲会认出我吗？母亲一定一眼认出，今日就会入宫。你这个贱人，要是再敢弄虚作假，母亲就会将你碎尸万段！你这个婊子生的贱货，你配替代本宫？你还敢侮辱我娘？你以为我这些年在宋家住狗窝，饿的时候跟狗抢食，被你肆意辱骂折磨不成人样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反抗？我为的就是这一天！你竟然！来人！母亲，你终于来了。一个低贱的庶女就能把你宫里闹得天翻地覆，连我精心给你培养的心腹都弄死。月儿，你太让母亲失望。母亲息怒，女儿已经替姑姑报仇了，我岂能让一个见不得光的贱人骑在我头上？我狠狠打了她一顿，如今把她关到暗室里了呢。你糊涂呀！皇上如今不是很迷恋那贱人的身子吗？你把她弄出伤病来，皇上发现了，咱们全家都得陪葬。等她生完孩子之后，你想怎么折磨她都行。母亲别担心，皇上生了病，10日内不接人侍寝，皇上不会发现的。做得好！当年那个贱人的娘，我踩死她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，如今她的女儿也只能被我女儿踩死。母亲，你现在想看看那个贱人如今的模样吗？好，女儿，快带母亲看看如今那贱人何等狼狈贱样。
月儿，怎么把你妹妹绑得像只待宰的羔羊呢？叫母亲看着，实在是心生怜悯。母亲放心，这些伤都是她咎由自取，3、5天便能恢复。敢陷害你，这点教训算是便宜他了。不过，你可别把他弄死了。等他生下孩子，还不是任你处置？是我呀，是我呀，娘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娘。贱人，你现在知道害怕了？再敢逾越，我定将你大卸8块！李姐啊，现在你知道谁是替身了吧？娘娘已经送走宋夫人了。知道了。娘娘，您代替宋贵妃是为了报仇，对吗？没错，他们一家与我之间有血海深仇。他们既然给我机会，我怎么能不把握住？殿下，你有看见我的玉佩吗？娘娘莫急，是什么样的玉佩？一个月牙形状的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今天早上还在呢。咱们今天只去了太后宫里，会不会掉在那儿？那就麻烦了。太后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？我那种橙色的玉佩，怕是会被当成垃圾扔掉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娘娘，看，这是在墙角找到的，估计是刚刚偷听我们谈话的人落下的。看来我们宫内有奸细。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的谈话被他听到，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必担心，他们听到也没证据。关嫡姐的密室，就你我知道。娘娘放心，奴婢就算死，也不会说出去的。我这就去打听打听。他们说话声音太小了，奴婢只听到像是要代替贵妃报仇什么的。代替替身？我就说宋明月这个贱人最近怎么把皇上迷得魂不守舍，而且我记得他以前很会水，上次落水居然还是皇上给他救上来的，原来是换了人了。这种欺君灭族的大罪他都敢犯，简直是找死！哼！既然你都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就不客气。娘娘想要怎么做？去把宋明月那个贱人的贴身宫女给我绑回来，我就不信经过严刑拷打，他会不指证宋明月。到时候只要他开了口，宋明月和他那个替身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莲夏，你要是证明此刻坐在延禧宫的那位不是宋明月，我就叫他们停下来。
淑妃娘娘，你糊涂！贵妃娘娘，就是贵妃娘娘。莲夏，你是皇上的人，你替他撒谎，若被皇上知晓，你会死得很惨的。你现在替我作证，到时候我会求皇上网开一面，赐你个全尸。莲夏并未撒谎，更加没有欺骗皇上，还请淑妃娘娘饶命。贱人！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烙铁硬。来人！娘娘，莲夏还没回来吗？她出去很久了。娘娘，莲夏还未回来。启禀娘娘，不好了，莲夏被淑妃娘娘的人带走了，说是她偷了淑妃娘娘的东西，这会儿淑妃娘娘正对她严刑拷打呢。淑妃，我们走，去承乾宫。莲夏，莲夏，莲夏！淑妃，你敢私自惩罚我的宫女，该当何罪？他只是个贱婢而已，我就算弄死了又如何？倒是你，究竟是谁？我是在你之上的贵妃，你以下犯上，还将皇上赐给我的莲夏弄成这个样子，你这是在打皇上的脸。皇上会来主持公道的。皇上会为了这样一个贱婢跟我一般见识？你还有脸提皇上？你根本就不是宋明月，你犯的是欺君之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淑妃李四以下犯上，诅咒本宫，应当送去慎刑司。你敢打我？我姐姐可是皇后，我父亲是镇国大将军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又何妨？在后宫，我是贵妃，你是妃，我自然是能教训你。倒是你，你搬出母家，难不成整个后宫是你母家的？你的位分也只比我高一点点，在皇后和母家面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你也敢惩戒我？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把我绑进慎刑司？是你？你？还是你？我告诉你，这皇宫虽然不是我母家的，但我姐姐是皇后，以后她的皇子就是太子，就是皇上。这么说来，你说说，这皇宫是我说了算，还是你这个贱人说了算？你怎么笃定你们家的孩子未来一定是太子呢？淑妃，你就这么笃定你母家的孩子就一定是太子呢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起来吧，朕要是再不来，你怕是要被欺负死了。皇上，求你救救莲夏。把莲夏送到太医院去。这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你有什么罪？是对宋贵妃以下犯上，还是妄议太子之位？以下犯上，朕应该送你去慎刑司改造改造。后宫议政，这可是死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胆大妄为，是你母家教你的？皇上，您误会臣妾了，臣妾万万不敢议政，臣妾的母家更是不敢呢。这一切
都是宋贵妃蓄意谋害，臣妾要告发宋贵妃欺君之罪。好，那你就讲给朕听听，他是怎么欺君的？他根本就不是宋明月，他是宋明月从宫外找来的替身。淑妃记恨臣妾上次抢了她的事情，如今说出这般荒谬之论。既然你怀疑我，那就把证据拿出来。上次侍寝的事情是朕亲自安排，你难为贵妃做甚？至于你说他是替身，倘若今日你拿不出证据来，朕就送你去冷宫。臣妾有人证，那人是宋贵妃宫里的扫地小宫女，她曾亲耳听过宋贵妃跟莲下的对话，话的内容是眼前的这位贵妃根本就不是宋明月。一派胡言！莲下是朕赐给宋贵妃的，她和贵妃短短相处几日，能合谋骗朕不成？皇上，你被宋贵妃迷惑的都专宠她3日了，更何况一个宫女，她更会收买人心。皇上，你万万不能再被她迷惑了。皇上，是淑妃污蔑臣妾。皇上要是不信的话，杀了臣妾都没事。只是莲下是无辜的，被淑妃严刑拷打的，都快没气了。都怪臣妾让皇上专宠数日，惹得这无端杀身之祸。皇上，以后你别招臣妾来侍寝了。朕说过会好好护着你的，自然会为你做主。淑妃以下犯上，屡次不改，朕对你很失望。皇上，您不该听信宋贵妃她一面之词，您好歹听听贵妃宫里人怎么说吧。皇上，臣妾若是冤枉宋贵妃，臣妾甘愿去慎刑司领罚，并且跪下给宋贵妃磕头认罪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淑妃说的这般信誓旦旦，该不会在我宫里收买了小丫头吧？宋贵妃现在就开始栽赃了。皇上，您是天子，那小宫女如若说谎，您一眼就能看穿，还不快上来！把头抬起来，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一五一十的告诉朕。若有半点妄语，朕诛你9族。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奴婢只是收了淑妃的钱财，将宋贵妃宫里的事情一一告诉她而已。奴婢其实什么都不清楚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你个贱人，竟然背叛我！皇上，你听我解释。卖主求荣的东西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斩了去！皇上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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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淑妃娘娘！淑妃娘娘！救救我！淑妃娘娘！淑妃，就按你说的做。给宋贵妃磕头道歉。皇上，这事不对劲啊，不对劲啊！您仔细想想，如果那个小宫女真是我收买的，那她为什么宁愿去死，她也要出卖我呀？肯定是宋贵妃，一定是她搞的鬼，一定是她！罢了，皇上，淑妃家境好，心高气傲，不愿意跪臣妾也很正常。只不过她这次能把皇上赏赐给臣妾的人打得半死，下次趁皇上不在宫内的时候，臣妾恐怕就要遭殃。谁让臣妾都没有一个连太子之位都能预定的娘家人？淑妃，你屡次犯上，还想谋划太子之位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已经无药可救，打入冷宫吧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臣妾给宋贵妃磕头，我道歉，皇上。皇上，求求您看在我姐姐的面子上，您收回成命，饶了我吧。你还有脸提皇后？皇后知书达理，怎么会
会有你这样一个胆大妄为的妹妹。皇后驾到！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你身子弱，见不得风，怎么还到处跑？臣妾听闻淑妃妹妹惹皇上不高兴，她是臣妾的嫡亲妹妹，是臣妾管教无方，皇上要罚就罚臣妾吧。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宋贵妃，本宫代替淑妃向你赔罪，不知道你可否原谅淑妃一次？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，岂可给臣妾道歉啊？臣妾不敢当。宋明玉还挺机灵的，并不像淑妃说的那般愚蠢无脑，想治她个大不敬的由头都找不到。宋贵妃起来吧。宋贵妃知书达理，此事是淑妃做错，是本宫管教无方，不知道宋贵妃可否原谅淑妃一次？古人曰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淑妃，还不快向宋贵妃磕头赔罪？姐姐，快点，磕到宋贵妃满意为止。既然皇后娘娘这么说，这件事就算了。还是爱妃懂事啊。行了，皇上大病初愈，臣妾宫中还熬了补药，此事就算是了了。不如皇上去臣妾宫中坐坐吧。罢了，朕确实好久没去皇后宫中了。恭送皇上皇后。这个皇后不是个简单的角色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揭露你的真面目。我还以为淑妃妹妹跟皇后娘娘姐妹情深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你呀，不过是皇后的一颗棋子，你要保持你的利用价值，否则皇后会一脚将你踢开的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污蔑我姐姐！是不是污蔑你心里清楚？可怜额头上这么深的伤口，若不是皇后最后硬要你给我磕头，也不至于如此。原本她就替你向我求情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再跪。但是她为了让皇上开心，就只能委屈你了。贱人！再敢以下犯上，我一定会让你死。你不是宋明月，宋明月她从不敢这般招惹我。皇后娘娘虽然免了你去冷宫，但去慎刑司领罚你还是要去。你在莲夏身上做的孽，慎刑司那边会好好让你还回来的。娘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，奴婢不疼。今天没能给你出气，我实在是太没用了。原本想着淑妃被送到慎刑司，可皇上去了皇后宫里，便改变主意了，只让淑妃禁足在宫里思过，实在是太便宜她了。娘娘，奴婢只不过是个下人，就算是淑妃娘娘杀了奴婢，皇上不治她的罪，也再正常不过了。娘娘不用担心奴婢，娘娘这样对奴婢，奴婢已经很感动，很知足。倒是娘娘为了我得罪了皇后娘娘，实在是不值得。傻瓜，你是我妹妹，怎会不知？皇后看起来与世无争，但句句都让人陷入危险，实在是个厉害的角色。
当真是个废物。如今宋明月都已经爬到你头上去了，你连打他的宫女都能闹到慎刑司去，你知不知道？今日若不是我在，你早就死了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我早说了，她不是宋明月。宋明月里平时虽然嚣张，可她万万不敢招惹我的。别说一个姑母了，就算是我把她打了，她也不敢怎么样。口说无凭，连个细作在关键时刻都不能帮你作证，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？当真是个废物！都怪那个小贱人，关键时刻触怒龙威，吓得不能自已。我哪知道他那么不堪重任呢？你就知道在别人身上找借口，你到底长没长脑子？既然这些人信不过，那就去宋家查一查，为何宋家这么多年只有宋明月明面上一个女儿，他二人为何又长得一模一样？是不是说明他们二人其实都是宋家的？不知道，那就去把宋夫人请过来，好好的问一问。还是姐姐机智，我立刻就把宋夫人给绑过来。这事儿你去办吧。要扳倒一个人，光靠这些可不够。这个宋明月不管是真是假，但他狐媚皇上就不行。就算他是假的，他也得死。富尔过来。你把这些东西准备齐全，然后去给宋明月赔罪，随后同我一起去太后宫中请安。姐姐放心，我马上去准备。宋明月这次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一次可莫要再让我失望。若还是办不好，可休怪我不管你了。昨日之事已经有损我在皇上面前的形象，这事儿要是再出差错，连大罗神仙来也救不了你。姐姐饶命，这次我一定办好。去吧。宋明月那个贱人说的没错，我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罢了。看来我要为自己谋出路了。你这伤还没痊愈，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？不打紧的，娘娘。您给我上了药之后，我已经恢复许多了，而且奴婢习惯伺候娘娘，别人伺候您，我还不放心呢。好吧，那你可不许太累。对了，娘娘，淑妃好像已经派人去宋家调查了，怕是对您的身份还是存疑，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。咱们要不要先提防着？这倒是个麻烦。若是他们将你的身份戳穿，哪怕皇上再宠你，还是会处死你的。娘娘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你放心，我知道，如果他们只是简单的调查，应该查不出什么。怕就怕他们会做的绝。做的绝是什么意思？别紧张，都走到这一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对了，我的玉佩有下落了吗？奴婢已经派人去打听了，但是还是没有玉佩的消息。那大概不是遗落在太后宫里，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衣物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娘娘别急，奴婢再去找找。淑妃到。宋贵妃，之前都是我做错了，今日特地带来北国红珊瑚，向宋贵妃请罪。起来吧，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没必要特意来和我道歉。那姐姐是原谅我了？我原不原谅你并不重要，倒是你今天弄这么一下，倒是令我很意外。皇上因为这件事已经彻底冷落我了，可是我不想失宠啊。如果贵妃姐姐能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那我会加倍报答姐姐的。当然，姐姐也可以拒绝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你这番话倒是真的。其实在这后宫之中，
女人没必要为难女人。姐姐真这么想？这贱人这么好糊弄的吗？公公的手里是什么？是红珊瑚。臣妾父亲在北国征战所得，一副祥瑞安康的吉兆，所以我想着特意带过来献给姐姐赔罪，还望姐姐笑纳。还不快给贵妃送屋里去！这娘娘，我觉得不对劲。你都看出了他的不对之处。莲夏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叮嘱你。怎么样？打听到玉佩主人的消息了吗？都查遍了，没有任何消息。这每日进出太后宫中送花送食物的宫人有上百个，都查过了，毫无信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玉佩怎么能凭空出现？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还有谁来过本宫宫里？不要遗漏了。是宋贵妃，可是宋贵妃是宋侯爷的独生女，这件事情全城的人都知道，她不可能是太后娘娘要找的人呐。此事容不得半点错。你跟哀家去一趟延禧宫看看，哀家要亲自问问他。是。皇后驾到！参见母后。母后，这不是您最宝贝的玉佩吗？怎么突然多了一个？没什么。这太后手里的玉佩跟宋明月脖子上的怎么一模一样？太后手里多的这一管又是哪里来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和淑妃今日怎么来哀家宫里了？你身子不好，还是少走动，多休养。这不是想来看看母后吗？太后娘娘，姐姐孝顺，她身子弱，后宫之事向来少管。不过，宋贵妃实在是太嚣张跋扈了。臣妾不过怀疑她的宫女偷东西，她就跑到皇上面前哭诉，害得皇上差点把我打入冷宫。要不是姐姐及时赶到，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冷宫被折磨致死了。哦，竟有这样的事情！太后娘娘，求您给臣妾做主啊！宋贵妃她恃宠而骄，在后宫她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莫要再说了，你怎么能为这点小事讨扰太后呢？皇后，你不要责怪淑妃，是宋贵妃恃宠而骄。你放心，哀家一定替你主持公道。母后，臣妾还有一事启奏。怎么了？皇上接连宠幸宋贵妃多日，可皇上的身子却越来越差。太医都说皇上最近体虚，像是服用了什么伤精损气的药物。你的意思是，宋贵妃之前在后宫并不算受宠，这次从娘家回来，皇上就接连宠幸她3晚，事出反常，必有妖啊！你怀疑她对皇上下药了？臣妾不敢妄言，不过事关皇上龙体，不得不防。我们不如去延禧宫搜上一搜。是母后，淑妃说的是，为了皇上身体着想，若是最后错怪了宋贵妃，本宫亲自向她道歉。皇后怎能向妃嫔道歉？你既怀疑，只管搜。姐姐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这次宋明月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爱妃哪来这么个红珊瑚呢？这是淑妃送的，她想跟臣妾道歉，臣妾便收了。也好，她能认错自然是最好的。就是这红珊瑚，味道有些刺鼻。那臣妾这就叫人拿走。不必了，这长夜漫漫，朕只想和你在一起。
谁让你们进来的？皇上恕罪，臣妾的不知皇上也在这儿。哼！不过皇上在这儿也好，臣妾要告发宋贵妃，她胆大妄为，敢对皇上用春药，损害龙体，罪该万死啊！皇上。宋贵妃，皇上近来身子虚弱，太医来报，皇上似乎是被下了药。近日来，皇上都宿在你这儿，若是你对皇上下了药，如实招来，皇上和太后说不定会饶你一命。饶命？敢损害龙体，那就是死罪。臣妾从未做过伤害圣体的事情，请皇上、太后明察。既然你死不悔改，那就在你这宫里搜上一搜，便知晓。不行，不可以！宋贵妃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使用禁药，再加上欺君，这罪行够灭9族。来人，给本宫搜！这给本宫搜！这找到了，皇上。皇上，这包药臣妾只靠近了一点，就觉得浑身发热。这种药常用于气管那种肮脏的地方，男人用多了便会身子越发的虚弱，有甚者恐怕会……快说，严重者会如何？严重者会不举不育。宋明月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为了争宠，竟对皇上用这种药。够了！罪妇宋氏谋害陛下，罪不可恕。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！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没有。都成脏病货了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东西都已经找到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还不快带下去！皇上，臣妾没有要害皇上的心，这个不是春药，这个东西其实是……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皇上，你别跟他废话，他有胆子损害龙体，皇上，您万万不能饶恕他呀！皇上，来人，拖下去吧。这放开！娘娘，你跟皇上说实话吧，你告诉皇上，这不是什么春药，而是龙骨岩啊！娘娘，龙骨岩？龙骨岩是何物？启禀皇上，此药名为龙骨岩，顾名思义，男子用了能延年益寿，而副作用是亏损女子气血，损伤寿命，对女子来说也是一种禁药。皇上胡说八道！你这个贱婢的意思是，宋明月为了让皇上强身健体，不惜损害自己的身子？这怎么可能？千真万确啊！皇上，不信你可以找太医来分辨。好，传太医。传太医。见过皇上，见过太后。回禀皇上，回禀太后，此物的确是龙骨岩。怎么这么傻？怎么不说实话？臣妾一心望皇上龙体康健，不是故意要隐瞒，不可能！请皇上惩罚臣妾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明明是春药，怎么可能是龙骨岩呢？宋明月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是你换的药！蠢货！淑妃为何如此笃定？难道是说前日你来本宫那儿，并不是示好，而是另有阴谋？淑妃，这事是你起的头，你信誓旦旦地说宋贵妃这里有禁药，如今真相大白，
你又不愿承认。到底是谁给你消息，说延禧宫里有禁药？回太后，这太医也说了，这龙骨岩也是禁药。这宋明月违背宫规，擅自使用禁药，那也罪该万死。宋贵妃，跟哀家说说，究竟是为何宁肯折损自己的寿命，也要用这龙骨岩？回太后，是臣妾愚昧。自从皇上救了臣妾落水后，臣妾心里既感动又愧疚，感动着皇上的情深意重，愧疚着连累皇上生病。臣妾便找到了龙骨岩，臣妾希望皇上的身体可以康复得快一点，哪怕是臣妾死，臣妾也要给皇上用。爱妃，从未有一个女人对朕如此珍惜。朕可贵妃，那确实是违反了宫规啊！臣妾以为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否则后宫众人纷纷效仿，所有女子都体弱短命，还怎么为皇上开枝散叶啊？宋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康健，不惜自己身子亏损。试问后宫有几人能做到？哀家乏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。贵妃无罪，自然不用处罚。可是有人居心叵测，朕不会放过他。这件事情，朕会调查清楚。淑妃，你三番五次的污蔑贵妃，降位为嫔，在承乾宫禁足1年。皇上冤枉，这一切都是宋明月，都是他陷害我的。颠倒黑白，死不悔改。朕看你是想去冷宫里面冷静一下脑子吧。臣妾错了，臣妾错了，皇上不要把臣妾赶到冷宫。皇后，今日的事，怎么连你也跟着一起瞎胡闹？朕对你很失望。皇上恕罪。启禀皇上，奴婢有事要禀报。此事奴婢还没来得及告诉娘娘，正好太医也在，那就请太医验一验淑妃娘娘送来的红珊瑚吧。既然淑妃这样对我，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奴婢对气味敏感，总觉得红珊瑚气味不对。朕也察觉这红珊瑚有点不对劲。来人，把红珊瑚搬上来。太医，现在就查。是。皇上，这红珊瑚上有大量的麝香，要是放在室内，用不着1个月，女子便会永远不孕。你竟然如此歹毒！你竟然如此歹毒！皇上，臣妾什么都没做呀！皇上，这一切都是宋贵妃，她陷害我！皇上，您查呀！皇上，还需要怎么查？你平时仗着你母家嚣张跋扈惯，什么人都敢动，什么事都敢做。来人，淑嫔无端无形，打入冷宫，鞭笞5时，永不召见。臣妾错了，臣妾知错了，皇上，不要把臣妾打入冷宫，皇上，臣妾救我，臣妾救我，臣妾救我，不想进冷宫。妹妹，你为何如此糊涂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？姐姐，连你也不信我吗？连你都对我见死不救吗？我双手为你沾染多少鲜血，我在后宫帮你处理了多少事情，
你都忘了吗？皇上，淑嫔已经疯了。臣妾向来不理后宫之事，你是知道的，求皇上明鉴。宋明月，他说宋明月，你是不是有东西丢了啊？只要你救我，我就告诉你的东西在哪。我还把皇后所有的罪证都告诉你，这样你就能扳倒他了，你就是皇后了。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他知道我玉佩的下落？来人，还不快把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给我拖下去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救我！拖下去！你不救我，你的秘密我全都抖出来！拖下去！谁也别想后果，谁都别想后果！淑妃竟然敢背叛本宫，她是留不得，去处理一下。是，奴婢马上安排。淑妃怎么会知道我玉佩丢了的事情？不行，我得去趟冷宫。好，奴婢陪娘娘去。来人，抓刺客！快抓刺客！殿下，快找人追刺客。好。淑妃，淑妃，没想到，我最后一刻见到的人竟是谁想要杀你？是我的好姐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她。淑妃，你坚持住，我给你叫太医。你之前说我丢了东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，你告诉我它在哪儿。你重要的东西有多重要？那是我找一个人的信物，你告诉我他在哪，我可以救你。信物？原来如此，你宋明月，可惜你不是宋明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找不到。淑妃，淑妃，淑妃！娘娘，刺客没抓到，让他掉了这个。这是皇后宫里的令牌，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去找皇上。淑妃临死前指证过皇后，再加上这块令牌，皇后必死无疑。就算有证据，扳倒皇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杀死淑妃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事。对于我来说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。皇后驾到！臣妾给娘娘请安。娘娘怎么来了？起来吧。宋贵妃，淑妃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你竟还对她赶尽杀绝。娘娘，淑妃的事情，皇上已经在调查，若是没有证据，还请娘娘不要污蔑臣妾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我确实跟杀手打了个照面，可惜了，没能抓到他。不过我进去的时候，淑妃还有一口气。她不仅告诉我杀害她的凶手是谁，还告诉了我很多很多的秘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
本宫平日里虽然不理后宫之事，但淑妃是本宫的亲妹妹，不仅仅是你，你的父母，本宫也绝不会放过。你敢动我爹娘？怎么？本宫已经着人去宋家调查，相信在酷刑之下，宋侯爷和宋夫人一定会给本宫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酷刑？皇后娘娘最好多给他们上点酷刑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是又怎样？你犯的是欺君之罪，本就罪该万死。你怀孕了？你竟敢怀孕！走。娘娘，看皇后这个样子，看来是不会放过我们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有喜了，咱们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皇上吧，他就不敢怎么样了。我没有怀孕。啊？只不过看见皇后惺惺作态的样子，实在令人作呕。不过让皇后误会一下也不错，人急了，狐狸尾巴自然就露出来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宋夫人被皇后带去坤宁宫一整天了，一直都没有放出来，我们可要过去看看。没必要。可若是皇后娘娘严刑拷打，娘娘您觉得她会说出替身之事吗？这要是有她佐证，那娘娘您的处境可就危险了。不用着急，她很快就会来的。启禀娘娘，宋夫人求见。你先出去，我和你家贵妃有话要说。你先出去，我和你家贵妃有话要说。宋星辰那个贱人呢？他是不是做了什么，竟让皇后看出了端倪？皇后已经逼问我一整天了，我快疯了。你父亲也被将军府的人带走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皇后没有证据，母亲不必担心。皇后已经查到李英那个贱人给你父亲生了一个女儿，宋星辰究竟在哪儿？你想见他？你该不会还把他关在那个密室吧？不过做的也好，他既然已经被人怀疑，那就应该把他关在密室，好好折磨死他。这个小贱人，跟他的婊子娘一样下贱恶心。本想着他跟你有几分相似，想着留下天理挡挡灾也好，如今看来，当初弄死黎英的时候，就应该一同杀了那个贱人。明月，你快把宋星辰交给我，我把他带回去送给乞丐好好玩玩，玩死他！这个贱人，敢不听我们的命令，还想害死我们！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！不必了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。明月，你今日怎么怪怪的？你该称我为贵妃娘娘。你不是明月？我不是宋明月，难道还是宋星辰吗？你吓死母亲了！也是，你怎么可能是那个低等下贱、狗都不如的废物？你是高高在上的贵妃，她是低等下贱的废物，她连给你舔脚的资格都没有，就像黎英那个贱人一样。你果然是宋星辰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把明月藏哪儿了？上次不是在密室见过他了吗？上次你就……你这个贱人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！殿下，进来，把他带进密室。起来，放开！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主母给我机会。
让我入宫取代宋明月的位置，否则我怎么为我娘报仇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诛九族的大罪？我当然知道，当初我就说欺君之罪是要诛九族的，是你们逼着我入宫的。好了，宋夫人，我不和你多说了，我娘的仇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杀我？我可是侯府夫人。我怎么会杀了你呢？当初你让我娘选择谁喝毒酒，以此逼死我娘，这么多年我也不敢忘。所以现在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们母女二人只能活一个，由你来选。你说你跟宋明月谁活谁死啊？你说什么？这自然是我活。你既已取代了明月，那这个秘密就不能告诉其他人。明月只能死了。不愧是母女啊！在你来之前，我就让宋明月选了一次，可惜啊，她选的结果跟你一样，都选了自己。嫡姐，你听到主母的选择了吗？母亲，你居然想让我死！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无能，你竟然被一个小贱人取而代之！你不死，我们全家都得死！这一切都是你出的主意，都怪你，你才应该去死！行了，你们两个禽兽一般的母女，既然都选择自己活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们两个自己解决吧。你二人只能活一个。不要！谁活谁死，你们自己选。娘娘，他们真的会自相残杀吗？禽兽之日，必行禽兽之事。也是，他们就是该死。娘，女儿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您父亲在将军府扛不住酷刑，把替身的事全说了。你快逃吧！迟了，殿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要咬死你不知替身之事。你要说一切都是我在骗你，听到没有？不，娘娘，奴婢要守着娘娘。你是我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温暖，我只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我大仇已报，除了玉佩不见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。娘娘，只是到了九泉之下，没有玉佩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和我娘交代。娘娘。罪妇宋星辰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。来人，拿下！贱人，你冒充贵妃宋明月，欺君罔上，实属大逆不道，还不认罪？天哪，他不是宋明月，可这也太大胆了吧！他到底是谁呀？长得这么像。他
她是宋明月的庶出妹妹宋星辰，贪图荣华富贵，甘愿替宋明月入宫借腹生子，罪大恶极。替身又如何？我可曾伤害过任何人？而你呢，皇后，一个连自己亲妹妹都杀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混账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说你整日装的贤良淑德，却是最阴险恶毒之人，你没资格审判我。你敢胡乱栽赃本宫！来人，给本宫打！娘娘，走开！别打了！殿下，你快过去，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都在受伤。奴婢听命，他保护你。好你个贱民，你敢护着他，给他拉开，直接上殿！住手！不许再打了！你们都住手！住手！宋星辰，你想保下来？好啊，那就给我跪下，磕头认罪，到我满意为止。娘娘不要，娘娘不要为了奴婢这样。皇上，你杀了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够了！朕让你审他，你就这么审呢？皇上恕罪。行了，宋星辰，你告诉朕，你为何要顶替宋明月？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死罪吗？说话！皇上，求你饶了娘娘吧，娘娘是无辜的。她是什么娘娘？她不过是一个替……殿下，你是朕培养的人，怎么连你也欺骗朕？真是罪不可恕！皇上，莲下有罪，莲下甘愿一死，但请你放了娘娘吧，饶了娘娘一命。她对你……殿下，皇上，求您饶莲下一命。你们两个倒是主仆情深啊！可是你这样欺瞒朕，让朕怎么饶？宋星辰，朕对你不够好吗？皇上这段时间确实对我很好，可那些好，真的是对我的吗？我常常半夜梦里惊醒，我在这宫里每一天我都很害怕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因为我只不过是顶替了宋明月的身份而已。所以皇上的好，其实也是给宋明月的吧？不是。朕之前对宋明月并无这番恩宠，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朕的好是独给你的。可你将朕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你可知道这是杀头的死罪？你不怕死吗？皇上，这些时日你常问我为何如此放纵大胆，因为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行事自然放纵。你刚才不是还说每日都很害怕，如履薄冰吗？我是很怕，但不是怕死，而是怕没达成目的就死。宋星辰，你潜入后宫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如实招来。我进宫唯一的目的就是替我娘报仇。
皇上，我可以坦白一切，但求你饶了莲霞。娘娘，皇上，这个贱婢和这个贱人狼狈为奸，你千万不能放过他们！住嘴！好，朕答应你。宋星辰，你说吧。从小，我和娘相依为命，在侯府的日子过得不如狗。即便如此，宋夫人依旧视我们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在我7岁生辰那天，更是当着我的面，逼得我母亲自尽。我苟延残喘的长大，他们却发现我跟宋明月长得相似，逼我替他入宫争宠怀孕。若我不从，他们就要把我杀了，还要将我母亲的骨灰喂狗。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更何况这是我替我母亲报仇的唯一机会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会把握住。宋家还说，我生下皇子之后，宋明月便能争夺后位，我的孩子将来一定能坐上皇位。宋家如此自掘坟墓，欺君犯上，大逆不道，想必皇上也不会放过他们吧？这丫头竟然以死相逼，这样一来，宋家满门活不了，可她也必死无疑。好，好，好，这贱人自寻死路，要跟宋家一起覆灭。皇上就算再念旧情，也没用了。哼，皇上。宋家罪大恶极，朕答应，宋家上下，朕不会留一个活口。可你，多谢皇上，宋星辰罪大恶极，甘愿受死。娘娘，不要啊，娘娘！好，朕答应，可以饶莲下不死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朕还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在你临死之前。哀家年纪大了，见不得血光，先走了。我确实有个心愿未了。我入宫时随身带着一块月牙形的玉佩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本想用它找到我娘的家人，可我却在宫里把它弄丢了。若是皇上能找到它，跟我一起入葬，星辰感激不尽。黄泉路上我见到娘，还能让她看一看。你丢了玉佩，在哪儿丢的？上次给太后您送佛经之后就没了，连下去附近找过，却一无所获。是这个吗？是啊，原来被你捡到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太后娘娘，我跟我娘终于有交代了。这是……孩子，你确定这玉佩是你的？是，这玉佩是我娘给我的。我娘说，这玉佩是外公给她的，他们在战乱时走失。我娘说，这玉佩就是寻亲时候的物证。是你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！哀家找你们好苦，你娘和你都受苦了，受苦了。我不苦，苦的是我娘，她连亲人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就被太后娘娘。孩子，我是你娘的亲姑姑啊！母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
他的母亲是我一直在找的侄女，她是我哥哥的亲外孙女儿啊！原来如此，这真的是太好了。凭什么？这贱人明明已经死定了，怎么会突然又变成了太后的亲人？不行，皇上对她情根深重，我绝不能让她活着。皇上，太后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宋星辰犯的是死罪，恳请皇上明鉴。放肆！宋星辰犯的是死罪，恳请皇上明鉴。放肆！皇上，宋星辰已经认罪，按律当斩，求皇上万不可徇私枉法呀！我有罪，我都认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告发皇后乱杀后宫嫔妃和皇上子嗣，并且派人暗杀了淑妃，证据在此。皇上请看，这上面记录了皇后犯下的所有罪孽。你这个毒妇！不是的，皇上，不是的，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些，一定是宋星辰蓄意构陷，是他诬陷臣妾。时间、地点、证物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这不是真的，这都是假的。你怎么会有这个册子？不对，一定是你蓄意构陷，我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是你诬陷我。这是淑妃临死之前给我的，你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，她自然也不会放过你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皇后所有的罪证，我才期待你们争得你死我活了。至于你的那件东西，你呀，永远都别想找到了。好啊，宋星辰，我最后还是输给了你。我堂堂一国皇后，竟然输在了你这样一个贱种手里。来人，将皇后送入慎刑司审问，查清所有罪证后，再做处理。宋星辰他也有罪，你万万不可徇私啊！你要是放过他，文武百官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拖下去！皇上，孙星辰，你犯欺君之罪，押入天牢，择日处刑。请问，最便宜的面条多少钱一碗？素面条10文钱一碗，请问要几碗？请问能卖给我半碗吗？可以，你们先坐。来，快吃吧，女儿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吃碗面就长命百岁了。娘亲，这白面条好香，你也吃。娘在家吃过了，一点都不饿，
你吃吧，你还在长身体呢。好吃吗？娘亲真好吃，你也吃。娘刚刚在厨房都已经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你呀，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今日又是你的生辰，然后吃了这碗长寿面呀，娘的心儿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。娘，这真好吃。掌柜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送你们的，快吃吧。啊，不，是。哇，肉！娘亲，我们过年都吃不上肉，这肉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孩子啊，多吃点，别客气了，快趁热吃吧。谢谢啊。娘，这肉好香好香，你快尝尝。真好吃。皇上，既然您忘不掉宋贵妃，不如将她重新召回宫中。不了，她现在过得很好，朕也就放心了。还有，她现在不姓宋，她叫嫡星辰。